欢迎持续锁定新闻大白话，我是黄韵晨。首先来为您介绍这一节国际话题的来宾，第一位是我们的国际战略学者林玉芳，大家好，以及国际政治专家赖岳谦。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还有台北市议员许宏庭。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好，过去1年呢，美中看起来像是在闹离婚，但是现在美国似乎是想要回头复合了吗？我们来看到啊，现在 Politico 杂志就说呢，川普4月的第1周呢，就要去访问中国了，而且今年呢可能会有4场的川习会哦，包括4月啊，川普对中国的国事访问，还有11月深圳的 APEC 领袖会议，12月迈阿密 G20 的领袖会议，以及习近平年底呢可能会赴白宫访问。但是这些访问，中方目前都没有明确的回应啊，全部都是美方单独的在放消息哈，甚至呢在川习通话前发布的时候传出这个路呢，要商业银行去减持美债耶，这是不是你中方不太给美国面子啊哈？而且现在我们看到了美国官员呢上周访华的时候呢，财政部长贝森特呢，就说非常期待中美继续能够来进行合作性的建设，那么并且在未来几周呢，保持积极的势头，为下一次面对面会晤做好准备。又是美国官员访问访华，然后又是要筹备贝森特跟何立峰会面，看起来美方似乎是真的比较想要见中方的哈。那另外我们来看到企业的部分啊，现在比亚迪呢是起诉了川普政府，要求要退还自去年4月所缴纳的关税哈。这是呢比亚迪首次就美国关税提起诉讼哦。那么其实之前呢就已经有数千家在美国展开业务的跨国公司也都提出了类似的诉讼嘛，就是因为这个美国总统川普他引用的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呢，现在有可能被判违法嘛，所以现在所有的关税都有可能因为这一次的违法，有希望可以要回来了哈。但是啊，我们看到其实中美关系呢，不仅仅是因为关税哈，也在逐渐的走向一场混乱的离婚哦。这个是美国资深的外交官就说过去1年呢，中国已经开始将美国视为平起平坐的对手，中国已经接受脱钩，现在呢正侧重于控制脱钩的速度。那脱钩包括哪部分呢？中国的大基金啊，如今已经开始转向那些人被外国卡脖子专用设备来提供资金。那另外呢，中国也已经将部分的大豆采购转向巴西跟阿根廷了。中国政府正在鼓励大豆国产化，同时仍维持每年采购2500万吨的美国大豆的承诺。以此呢来作为当前贸易休战的一个战术锚点啦哈。但是啊，不止这个跟美国跟中国呢看起来像是冷战式的闹离婚，加拿大跟美国就是直接在台面上开撕了哈。现在呢川普就说呢施压加拿大不能跟中国达成协议，还呛说呢要卡美加大桥，不允许占便宜。川普怎么说呢？他说这座大桥全归加拿大所有，却几乎没有用任何美国材料。那么现在加拿大竟然指望我们允许他们占美国的便宜，卡尼还想跟中国达成协议，将使加拿大不堪负荷，我们只能捡残羹剩饭但是这座大桥是由加拿大100%出资去盖的耶，那你川普凭什么说不属于加拿大所有呢？好，而且现在川普呢又再次发了这张图，这张图是什么？是加拿大变成美国领土的图这样子的恐吓意味还不够明显吗？但是你越恐吓，看来加拿大人民就越反感嘛。现在呢联邦选举追踪啊，自由党已经领先了7个百分点了，而且呢卡尼的支持率呢是达到了62%可以说是相当的高，而且呢有53% 的加拿大人对于曾经大肆批评卡尼访中的保守党领袖是抱持着一个负面的看法的，所以现在卡尼的声势可以说是在国内非常的高，就传出了这个卡尼跟福特可能要密谋来举行提前选举加拿大总理卡尼还有安大略省的省长福特私下讨论了提前举行大选的想法。不过消息人士称这谈话是非正式的，但是还是有
战略意义，提前选举有没有可能像高市早苗一样呢？早一点拿到这个国会的多数吗？好，不过我们来看到啊，川普呢一边推开加拿大，一边又跟这个中国想要复合，这难道符合他一开始上任的战略意义吗？我们来请教赖岳谦教授。中美的贸易开始下降了哈。2024年的时候还有6880多亿美元，到了2025年的时候已经破了6000亿啊，5000多亿美元了。所以下降的速度很快，到了第一个月的时候，我们看到再继续往下滑，也就是说，中美的贸易已经逐步的在脱钩啊。目前观察看起来，大陆往美国出口的是有战略性的在减缩了。可是问题是，大陆的本身的这个外汇顺差还破万亿，而它跟东盟的贸易双向的贸易增加了，跟欧盟的双向贸易也增加了。然后跟拉丁美洲、跟非洲的贸易也都增加了。换言之，也就是说，大陆的这个进出口跟除了美国以外的其他的国家都往上成长。换言之，也就是说，大陆的目前的战略是逐步的并不是很快速的，是逐步的跟美国脱钩。那么越跟美国脱钩的话，那相互依赖性就越低了。相互依赖性越低，相互之间要卡对方脖子的这个空间也就慢慢的在萎缩。可是问题是在于，中国大陆是14亿人口的大市场。我们一直在强调一点，就是说，如果以平准购买力来说的话，大陆的经济体事实上早就超过美国啊。我们已经强调过很多遍，很多的经济学家也都计算过，就是说，如果以综合国力来讲，要看的是平准购买力，而不是看的是名义购买力。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下的话，就是说，以中国大陆来讲是有节奏的，在跟美国逐渐脱钩的时候其实美国也感受到一些压力。那川普是急急忙忙的想到中国大陆访问，可是一个国家的元首到另外一个国家去访问，尤其是大国跟大国之间元首的访问，理论上讲应该是由他们的国务卿，就是外交部部长去打前锋。可是卢比奥到目前为止不能够踏进中国的领土的一步到目前为止都不行。港澳香港、澳门还有中国大陆，他都不能够踏进去。那怎么办呢？就由财政部部长贝森特来去代为行这个外交部部长的工作。不过我们看到卢比奥是很特殊的美国的国务卿例如说处理俄乌的冲突问题的时候，欧洲的问题的时候，不是卢比奥来处理，是由这个美国总统派到中东的特使以及他的女婿来处理俄乌的问题。中东的问题也不是卢比奥来处理，也不是这个国务卿来处理，还是由这个中东的特使跟他的女婿库什纳去处理。甚至我们看到伊朗的问题都不是卢比奥来处理，这个国务卿实在是太特殊了连中国大陆这么大的一个国家，然后他也没办法处理，所以他只能处理委内瑞拉、古巴等这个国家，所以他这个川普很明显的把卢比奥做小了。其实美国的国务卿不应该负责这么少的一部分，他应该是负责的是全球的这个部分。那有关于大豆的问题，中国大陆目前在大豆的战略上，它一方面跟俄罗斯有合作，例如说它在俄罗斯的东北方东方的地方，它有承购很多的土地来去生产种植大豆，也从俄罗斯那边进口他们所生产种植的大豆。二方面就是从自己国内，然后去改良它的稻种就大豆种，然后提升它的产量。但是大陆的大豆还不够他们国内的需要，最主要的是给人吃的，因为都是非改基因嘛。但是从美国这边买过来的绝大部分是基因改的改基因的，所以基本上是养猪用的，饲料用的比较多。以目前来看的话，中国大陆对于大豆的采购来源也大量的分散。目前巴西、阿根廷都是重要的采购来源，那这样的话就可以平衡过去美国可以用大豆来控制中国的这个农业的饲料这样的一个功能。我觉得这个都是一种战略性的平衡的功能。所以看起来美中的确是逐步的在经济方面都已经进行脱钩了我们来请教玉芳委员。这看起来是很难避免的，因为美国把中国大陆当作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威胁。所以你看，川普虽然一再的讲他跟习近平是非常要好的朋友，可是一方面在科技上对中国大陆的那种禁售、那种管制，是
没有停下来的，啊，完全没有停下来。然后一方面说要跟中国大陆要改善关系，一方面说加拿大如果你跟中国大陆完成了贸易的协定的话，那我就要保护你。好，这个就是说你川普化，当然中国大陆现在也看清楚，也了解川普，就是说他说的话跟他所做的事是常常是不吻合，甚至是对立的。然后呢，大概中国大陆对美国有一个比较务实的看法了，就是说美国有美国它的政策，而它的政策里面有很大的一部分是要对付中国大陆的。可是呢，同时他也不想跟中国大陆撕破脸，所以中国大陆现在大概也是以同样这种策略来对应美国的所谓的中国政策，就是说大家尽量不要撕破脸，但是呢，这个要走自己的路。那这个脱钩啊，这个 decoupling 大概是无可避免的，这是美国的这个战略，对付中国大陆的战略。但中国大陆也知道这条路是不会回头的。所以中国大陆也要及早自己能够断的地方，自己就先想办法去断这样子。你像这个大豆的问题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因为去年12月初的时候，中国大陆是答应买这个1200万公吨的这个大豆啊。那川普就很快的就讲说这个中国大陆呢，他今年2月4号的时候说，中国大陆呢答应要买到2000万公吨，也就是要多买800万公吨，但到目前为止，这个事情并没有实现，所以中国大陆也是变得很精明，就是说我这个当然你要买到2000万公吨，但是我什么时候开始买，他也要看跟美国谈判的过程中，这关系的互动中的这样的一个结果是什么样。不过美国就是一个川普就做了一件以前美国总统不会做的事，就美国跟加拿大是邻居，而且这么好的关系，而且某种程度来讲，甚至可以说是同文同种。除了这个 Montreal 那个部分以外，他们是同文同种，都是讲英文这样。可是呢，川普就是一直不晓得为什么就要把加拿大变成美国的一个州，他可能也知道这是办不到，可他的嘴巴就是要不停的讲，就是你就是要成为我第51州这样子，所以这个就会让这个加拿大就这个每个国家大国小国。都有他的自己的自尊心大国的可能多一点，小国可能小一点，可是毕竟都有他的自尊心。你这样子不断的要把加拿大收为美国的一州，请问你加拿大总理如果不有所辩护、反驳，然后保护这个加拿大权益的话，他做不下去了嘛？对。而且对他来讲，对卡尼来讲，你美国这样权力打压我我好好利用，可能会成为我政治上的一个获胜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动力，所以呢，就将计就计借力使力，大概是卡尼现在的做法。所以卡尼现在的民调就是非常的高但是连美加关系都脱钩了，这对美国来说是不是有利的呢？请教宏庭。所以我想，川普跟卡尼是完全天平的两端那川普就是一个地产商，然后在政治上面，大家觉得说他做事非常的我行我素非常的鲁莽。那卡尼是公门出身的，就是他是一个业界的出身的政治人物。那他做很多事情的判断，你看他不管是在英国的这个脱欧的时候，他担任英格兰银行的行长，然后再到加拿大遇到所谓的这个关税的这个部分，他的一举一动，其实你可以看到他是一个就是完全天平的两端，专业非专业，然后情绪跟理性这样子的一个两端那你说为什么川普对加拿大这一次他这个桥他的反应这么强烈？因为很简单，我其实给大家一个基本数字，就每当我们每一次提到就是说美中要脱钩的时候，大家都会讲说，可能政治上会往这个方向去走，可是经济上绝对没有川普想的这么快。最大的原因在于就是说，美国的人口大概占全世界的大概4% 左右，但是美国的总消费力占全世界30%。中国大陆的人口大概占全世界的17%，但是它的消费力只占10%。那这里面的差别在于，就是说，因为美国过度消费很严重，你想想看，它有60%的人在使用信用卡的循环利率。中国大陆的问题刚好相反，中国大陆的是太多人存太多钱，他们不花钱，那不敢花钱，或者是他们不花钱，所以这个消费力的这样的一个差异。可是你要看这两个国家加起来占全世界总消费量多少？40几%，快50%。所以两个这么大的经济体，他们有可能脱钩吗？
现阶段在做的事情，川普打下去在做的事情，其实是大家开始在做 detour， 都在做绕道。加拿大就是中国绕道的这个模式，所以你可以看到，虽然一开始大家都在讲说，你看中国大陆对美国啊，它的这个进出口已经下降到一个极致了，对不起，那都是绕道啊，所以其他国家升高非常多啊。因为什么？因为很简单啊，美国的消费有掉下来吗？没有，所以总量都在这个地方，所以最大的原因在这里。所以今天你可以看到，今天其实我认为啦，就是说美中的这个关税战跟经济战啊。中国从头到尾都只有一个事情，就是我要拖，因为这对他来讲是一个 open book 的考试。在第一届川普的第一届的时候，其实他们被打得猝不及防，但是还好，那对他们来讲，他们说还好川普没有连任啊。所以拜登的时候，我们喘息了，然后我们研究到底有什么东西可以卡住人家的脖子。我们找了稀土，我们找了关键供应链，我们找了这些，然后开始跟你打一场所谓 open book 考试。可是因为你仍然是全世界最大的消费国。我仍然是全世界最大的制造国，所以我没有办法赢你，我只能尽快的把你的对我所造成的伤害用拖的，看能不能继续拖下去。所以你看，刚才我们提到川普第一任的时候，基本上来讲，中国跟美国签的协议里面，最后 deliver 就是最后真的完成交易的，大概只有40%左右。所以中国的态度其实很简单，谈我随时准备谈。但是你要打我，你要要我的钱，对不起，我在跟你拖时间，所以我一路拖，一路谈，一路拖，一路谈，就是希望说能够减缓这样子的一个脱钩的时间，然后给他自己争取更多的时间跟机会，让他自己的消费赶上来，他才有办法未来去跟美国做一个竞逐。好，所以看起来中国跟美国其实还是很难脱钩的，但是中国跟日本呢，一场乒乓球赛竟然成了一个民族的复仇大赛。来看到这个是乒乓球亚洲杯男单决赛中呢，中国的名将王楚钦啊，他以4-2击败了日本选手张本智和，成功卫冕了。那么中国网友就一片狂欢呐，留言说这个是民族的复仇之战，还说打倒了日本的军国主义。而说到这个日本的选手张本智和呢，他已经不是第一次被点名了哦，他被中国给点名了2次。为什么呢？因为他去参拜了东乡神社所以就被这个中国军网批评说啊，他是日本的右翼势力在努力复活军国主义。而且1月2号呢，张本智和也被点名了，说呢，他呢去参拜东乡神社的行为是夹带了军国主义的元素这个是日本极右翼势力渗透的一个具体的案例。而为什么体育选手也会去参拜神社呢？就大陆外交部就说了，这是因为首相高市早苗啊，你去创造了一个参拜靖国神社的一个环境。所以呢，中国大陆的发言人就说了，说靖国神社的问题呢，实质上就是日本能否正确认识和深刻反省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历史，事关人类良知、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和日本的国家信誉。而现在中日关系真的回不去了吗？来看到啊，这个高市早苗大选胜利，但是中国说他的对日政策并不会因为某次选举而变化，还说日本极右翼势力如果误判情势的话呢，必定会遭到日本人民的抵制和国际社会的迎头痛击。好，不止中国对日本的关系不变啊，日本对中国似乎也是因为现在呢，大陆的学者就警告了，说呢，未来啊，日本在安保领域会更加的激进，高市会带领日本走上扩武强军的道路。那么外交方面呢，则会进一步的对中国采取对撞措施，那么中日关系就会进一步恶化了。而且现在呢，日本去参加防务展的时候呢，也被说了，他们的野心啊非常的强大，因为以前日本自卫队是专守防卫的，就是只有在遭受武力攻击的时候才能够被动的采取必要的捍卫行为，不主动发动攻击。但是现在他们正在加速的推进转型。好，所以对此呢，日本国内也非常的紧张啊。像是这个前首相石破茂就说了，政府呢应该要将这种信心视为期望值，但是呢，信心并不等同于空白授权，允许这个高市政府能够为所欲为都已经提出警告了。不过我们来看到啊，现在日本的最期待的靠山美
美国，他自己呢也跟其他国家闹翻了哈，川普推出的和平委员会哈，原本呢，意大利跟川普的关系是不错的，但是现在意大利的外长突然说呢，意大利的宪法还有委员会的章程呢是存在了冲突，所以没有办法参与该机制哦，所以啊，川普成立的加萨和平委员会啊，不断的受阻了，所有的领导人的会议呢反应都相当的冷淡，因此呢，现在又传出啊，川普想要另外再组一个由美国、中国、俄罗斯、印度、日本构成的新国际合作机制哈，引发是否有要取代这个 G7 的讨论啊？真的不晓得川普要成立多少个国际组织。好，那现在呢，也有军方的消息人士说呢，美国呢正想要把北约2个司令转移交给欧洲军官。好，他说呢，包括了意大利啊，还有这个维吉尼亚州的这个2个主要司令部都要通通交给欧洲军官啊。不过欧洲呢，也现在要跟美国呀划清界限了吗？欧洲政府啊就全面禁用美国软体，法国250万个公务员，2027年呢就要禁用这个 Teams 还有 Zoom 了哦。这似乎呢也是要跟美国来进行去美国化。不过现在啊，全球各地的这个权力呢似乎都在大洗牌。那么未来啊，中日有可能成为主要的冲突场域吗？我们请教赖教授。这场桌球啊，在大陆来讲很关注啊。2位其实都是华裔的，一个是中国人，一个是原来是大陆人，后来归化为日本人啊。张本智和原本就叫做张志和，他的父母都是桌球的选手，到日本去打球，后来就在日本住下来了。然后张志和就在日本出生了，原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籍啊。那一直到2014年，他放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籍，加入了日本国，然后他还跑去靖国神社去拜鬼哈，这个引起了中国大陆人的没办法接受。后来他的妈妈也改姓了，他妈妈原本也是姓张，后来也改为姓叫做张本啊，所以他们从此以后采用这个日本姓，就是2个字啊，这样的一个情形。那这位运动选手当然跟中国的运动选手在比赛的时候啊，虽然2位都是华人啊，但是对大陆人来讲的话，那他们感觉到说，一个中国人背弃了自己的祖国，然后变成日本人，然后跑去拜鬼啊，对于这个杀害中国人的甲级战犯去参拜，那他们没办法接受。那我们看到这一场这个球赛就已经演化成为民族之间的甚至更激烈的一个冲突。那最后王祖钦把这个张本智和击败了，那个大陆人当然就是非常的开心啊。那另外一个高市早苗他高票当选，带来了高市旋风。这个高市旋风一定会有蜜月期嘛所以他要打铁趁热所以他上来的时候他已经宣布了，他有几个重要的事情要做。第一个就是他要推动修宪他要成立一个委员会，一个工作小组，要开始修宪了。日本为什么要修宪？就是想把他的自卫队改为国防军，也就是说，日本过去被美国给日本制定的宪法叫做和平宪法，或叫做非战宪法，不能用武装力量作为国际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那日本他们想把这个枷锁把它拿掉，那成为一个国防军，就可以用武力来解决国际争端的，包括未来如果跟韩国之间为了独岛而冲突的话，也可能可以用军队的方法来去处理那跟钓鱼岛方面也可以用军队的方法来去处理。那这个部分里面，我们看到了日本往这方面走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在观察美国会不会让日本走得太远因为这部宪法原本是原本是美国帮日本设计的，那现在日本想要修改美国的态度会怎么样？目前我们看到美国的舆论，像《纽约时报》等，他们是推动主张赶快修宪，变成一个用武力来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以目前柯博吉，也就是美国的国防部的副部长，他所创造出来的叫做句子战略。句子战略也就是说，地区的国家或者地方，例如说韩国啦，或者日本啦、台独啦、菲律宾啦等你们自己要多加强你们的国防经费。所以你们的防卫预算要增加，你们要对你们自己的防卫，对你们自己的军事事务要负责绝大部分的责任。美国是协助的关系，也就是说，美国会支持你、协助你，但是主要还是由你来打。所以等于是日本如果假设未来跟中国大陆爆发冲突，或者是
介入台独的事情，那么跟中国大陆爆发冲突的话，那就是主要先由日本跟大陆打，美国会支持。那美国在后面会支持到什么程度，我们不知道，但是美国会支持，但是由日本来打。那这个样子的情形，我们看到高市早苗他一定要赶快修宪了，因为如果他的民调开始往下降，例如说假设他现在一定要先处理解决好他的经济问题。那日本今年的去年啊，我们统计出来的就是他们的这个人均所得少了1.3%，这已经是连续4年下降了。也就是说，日本的人民的收入是越来越少，物价越来越高，然后 K 型社会的情况是越来越严重。也就是说，中产阶级已经快速的在流失，一部分人越来越有钱，例如说股市涨翻天，那在股市里面赚到钱的人，那还有就是企业啊，成功的企业他们赚到很大的钱。可是很多中产阶级没有办法在股市，或者没办法进股市的，他们可能很快的流入比他低的这个收入的这个阶层，所以形成了这种严重的 K 型社会的时候，日本要解决的是经济问题，但是高市早苗目前看到了是安全的问题，所以他要增加国防经费到 GDP 的2%以上到3.5%，因为美国要求他至少要到3.5%，而且美国也会要求他要把3月19号到美国去的时候，要把5500亿美元要带过去，因为他现在要求是这个从阿拉斯加到日本的这个400多亿的这个天然线的管道要先支出，所以我觉得对于这个高市早苗来说的话，他的安全跟经济这2个问题，他同时要处理好。如果没有处理好，他的民调支持度不见得还能够维持这么高。没错，所以高市早苗他即便高票当选，他要处理的国内事务还是非常的多哈。我们来请教玉芳委员。我先讲意大利，而且川普对这个世界的最大影响是什么？就是说因为他不断的强调 MAGA， 就是美国要再一次伟大，美国优先，美国第一。当你这样摆出这样的一个姿态的时候，请问你的盟友北约这些国家、欧盟这些国家心里怎么想？其他的国家会心里怎么样？这里面包括印度、中国大陆，所以这些国家就认为说，我干嘛要配合你川普？当你这样自大，而且常常不把我们欧洲放在眼里的时候，甚至人家在那边选举，他们也要干预人家欧洲的选举，所以意大利的做法是必然的结果了。我早就猜到他会这样做，为什么？因为被邀请要参加这个加萨所谓和平委员会的国家。在欧洲的国家里面，有英国、有法国，也有德国意大利。前面3个国家都比意大利要强大很多，他们3个国家都说不了。你觉得意大利会在欧洲里面成为要得罪这其他3个强国的这样的一个国家吗？不会嘛。所以他决定说欧盟国家走在一起嘛，所以他当然就说不了。好，那至于说日本的事情是这样子的，我觉得。高市早苗的一定会全力的推动日本的这个国防的这样的一个更加的强大跟自主化所以这个一来呢，当然对中国大陆来讲会产生很大的冲击。虽然我相信南韩也不见得很乐意看到这样子啦，因为毕竟有2次大战的这样的一个经验，被殖民的这样的一个经验嘛。所以我觉得未来来讲，在钓鱼台这个地方。中国大陆的这种这个船海警船，他们每一年都去那个地方去环绕宣示这个主权。我觉得日本未来在这个地方是最可能会跟中国大陆会所谓僵持，会对峙。但是你说会战争我是不太相信，因为没有美国点头，不会打这个仗。对美国来讲，以川普这么聪明的人，我不要打仗，我要的是利益。我要是商业的利益，我要是更多的土地、更多的利益，但是你要我打仗，要我死人，这个我是不干的。所以他不会让日本轻易的跟中国大陆去冲突。我如果中国大陆也是怀这种看法，我不愿意跟你冲突，因为这个战争一打，日本跟美国有盟约，这个战争一打，美国一定会下来，战争会变得非常难以预测对美国也是一样我帮助你日本这样子跟中国大陆打起来，最后会不会演变成一个核子战争？他也不会很愿意，但是那种对峙的情况，我觉得是会增加，而且可能会增加不少，包括在东海一带。因为这里面有个很需要注意的事情，美国跟
这个日本跟中国大陆关系其实过去几年已经不是很平顺了哈。但是去年1年，中国大陆跟日本的贸易还是到达3222亿美金，中国大陆依然是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我认为这一点很重要，我要强调这一点的原因就是说，其实经济利益、经济的关系常常会抵消政治外交上的紧张。两岸之间也这么大的经贸的关系，让双方的政治的冲突其实降低了不少。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除了日本跟中国大陆关系有非常大的逆转，或者他们的经贸的关系会相当程度润滑他们的政治上的对立。对，不会有人跟钱过意不去啦。但是现在中日的对撞的这种政策呢，会不会继续随着这个高市的上台持续下去呢？请教洪庭。我觉得高市是非常聪明的政治人物那其实他在担任首相之前，他就曾经担任过经济安保大臣。那这个经济安保大臣主要就是说，因为美国要对所谓的这个供应链做出一些安全上面的这样的一个切割。所以回到我们刚才所提到，玉芳委员刚提到，就是说，其实两方如果有一个很热络的这样的一个经济交流，其实某种程度上能够缔造所谓的这个和平的环境。这个其实就过去我们在讲，这个就是全球化的戴尔防治冲突理论。但是为什么现在被改变了？谁改变的？美国改变的。美国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说，哎呀，我不知道我这样子做你会不会民主化，但我知道一件事，我知道你快超过我了，所以我一定要想办法，就是说我要顾安全，我不能再顾效率了。那谁最受伤呢？其实欧洲跟亚洲都很受伤啊。所以我们用一个观众朋友比较听得简单的方式来比喻好了。我觉得现在就像是川普的一个武林，川普就是告诉大家说，我们有一个很可怕的对手，光明顶，就是中国。那过去拜登就说，来吧，6大派围攻光明顶，大家一人上去，一人一拳。但川普用的方式不是6大派围攻光明顶，川普的方式是，我用吸星大法把你们的力道全部都借过来，这样子我就可以打掉他了。你们给我吸吧，对不对？那关税就是这样子嘛。所以欧洲在这里面最惨，欧洲说天哪，我都还没跟光明顶打仗，你就快把我的功力都吸光了，那谁受得了？所以在这样的一个问题里面，美国吸到后来发现一件事，不对哦，如果我把大家都吸光了，其他人都死掉，那我不是没朋友？那这个时候我需要一个很重要的朋友是谁？就是日本，因为日本的制造力非常非常强。日本可以替代掉我美国那些不愿意做制造工厂的这些部分，所以美日因为安全跟因为所谓的这个国防需求，那他们放在一起。那这一点其实我觉得是高市他有预料到的，所以他在这一场选举里面，他也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做。可是我相信高市不会继续的去操作这个议题，最重要的原因很简单。假设高市真的在把所谓的不管是他的这个自卫队改成正常的军队也好，或者是修他的宪法第9条，他只要一动这2件事情，我相信整个中国大陆一定会有很剧烈的反应。而中国大陆如果有很剧烈的反应，那高市就难以去去碰触他最不想碰触的非核3原则。那他那个时候可能就要考虑非核3原则里面的核武要不要运进这件事情，那就会造成一个非常严重的所谓的这个战略堆叠。那这样子的一个军备竞赛跟所谓的这个不稳定性开始的时候，那个后果是大家难以设想。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考量里面，我认为他大胜之后，他反而会回来去做相对应的，就是说有点像是现在中国在做的事或加拿大在做的事，我继续的用经济的这样的一个部分，我来减缓脱钩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来为我自己也争取更多的时间。否则如果我一昧的去配合美国的话，基本上对不起，整个吸星大法全部吸过去了，那他到底每一个国家都要问自己，那我们还剩下些什么？现在大家都已经发现，美国正在吸大家的血，所以开始逐渐的去美国化，而那中国更是铁了心要去美国化。来看到这个是历史性的转折哈，中国3大电信商呢，是弃掉了辉达的 AI 晶片哦。那中国移动呢，也首次大规模去采购华为的升腾 910B， 此举就标示着中国电信巨头呢，首次弃用辉达 H200 晶片，全面转向国产算力的方向，实现通讯基础设施领域的一个重大突破。而这次的合作也不仅验证了中国国产晶片的可用性，也可能加速网络企业去酷打化的一个进程不只是晶片啊，要连整个 AI 系统啊都不要用你美国的。而现在习近平呢也非常
常的紧盯 AI 以及机器人哦。他是在昨天呢前往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去考察，包括了人工智慧、机器人等科技创新工作，凸显高科技与创新产业在大陆未来5年的一个发展战略位置哦。好，那这个新创中心有什么厉害的呢？它这个是机器人创新中心试验证的平台哦，这个正式启动了。它线下呢就有1000台客户定制化的人形机器人机器，这个是北京首个人形机器人的试验平台哦，这个数量真的是非常的多。那要剑指谁呢？当然就是剑指美国的特斯拉的 Optimus 人形机器人啦。因为现在 Optimus 呢也叫革新世界啊，创造一个超级的全新产业哈。但是呢，他们也发出了警告，说这个产业大部分可能是属于中国的。中国是靠一个庞大的零件供应商生态系统跟工程人才，才将这个人形机器人给推向一个规模化的生产。而反观美国呢，好像只有特斯拉一个人在做这个 Optimus 哈。那除了这个科技的硬实力哦，文化的软实力，中国也逐渐崛起了。来看到这个非常著名的一个游戏《黑神话》。钟馗发布了一个马年新春的一个特别预告，但是我们看到这个游戏的这个预告影片，它竟然不是打斗的影片呢，不是说打得多激烈哈，而是超级细致的一个烹饪过程哦，描述了普通平民在日常生活中制造料理的细节，切菜备料下锅啊，每一个动作的重量感呐，还有这个细微的表情都刻画得栩栩如生呢。就是要告诉你，我们中国的网络发展啊，不是只有这个速度而已，我们也可以很有生活感啊，做得可以非常的拟真。那么现在德国的媒体也说呢，中国的软实力啊正在改变西方对华政策哦。这个评论就称了说啊，川普治理下的美国作为自由和和平灯塔的吸引力快速消失，反倒是中国啊在 AI 电动车领域的突破，还有绒毛玩偶拉布布为代表的流行文化，反而是在西方的青少年中呢引发了一个轰动效应，也让这个西方的政界重新审视了对华政策，所以呢就有很多的西方政治家呢频繁的去访问北京嘛。那除了这个政治领袖之外呢，老外们呢也非常的向往中国的文化嘛。来看到啊，现在呢老外也来过中国的农历新年了，由于呢中国的美食外送非常的方便啊，那医疗的也迅速的便宜，所以让很多的这个怀抱美国梦的老外竟然去抱持中国梦，还说去过一次中国就回不去了哦，都纷纷说来中国太方便了，手机就能搞定，东西又便宜好吃。那另外呢，我们来看到诺鲁总统就是在太平洋岛国这个总统呢，也自言说我自己有中国血统啦，想要跟中国去打好关系。那他是在2月8号率团呢去访问，抵达广州，那也要在这个农历春节前后呢，在广东访亲过年。那他呢，在2024年3月的时候呢，诺鲁与大陆复交2个月之后也就访中了，甚至还说我有中国血统，但不确定祖上来自哪里。习近平就说，相关单位赶快抓紧时间去帮他寻根。结果真的是在这个广东的江门赤坎镇中古村中心里找到了据传是他堂外祖母的一个人员，就叫谭慧霞去相见欢呐。那这个广东这个村子呢，也为这个诺鲁总统去放炮庆祝大肆的宣传啊，甚至舞狮啊，烧大猪来大肆庆祝，来欢迎这个诺鲁总统了所以可以看到啊，现在呢，中国已经跟各个这个领域开始在打情感牌了，已经不是以前的中国了我们来请教赖岳坚教授。我觉得全世界在 AI 的发展中就有2大国，一个是中国大陆，一个是美国，是排名第1啊。那第2、第3名往后排，那差距是非常的大。所以这2个大国是全世界最强大的 AI 大国。各位观众想想，他们需要多少晶片？需要多少 AI 的晶片？那中国大陆除了拥抱自己的市场，至少就已经有14亿人口的这么大的市场，再加上它采用开源的方式，欧盟非洲很多国家都采用这个中国的开源方式，美国走闭源的方式，走高品质的，因为美国的 AI 走的品质非常的高，但是它走闭源的方式，中国大陆是走开源的方式。那各位想想，全世界大家会需要多少晶片？中国大陆的市场这么的大 ，AI 的市场这么大，然后它的晶片需求量这么大，美国却一直阻止这个辉达
在中国大陆去抢占市场，这个真的是对于辉达的这个发展来说，真的不是一件好消息。好不容易解脱了很多的困境啊，创造了就是不断的升级，从 H20没有人买到 H200的时候，川普说可以卖了，但是又有一些国会议员还有一些专家说不可以卖，还要再加以限制。好，那结果呢？辉达是想卖那结果到目前为止一片卖不出去，这个对于辉达来说绝对不是好消息，他已经要准备量产了。那如果它量产了以后卖不出去，那它的存货怎么办？我觉得美国政府真的是在拖这个辉达的后腿啊。可是中国大陆自己本身就趁这么一个空档，例如说升腾，他们就不断的国内的这个电信商、国内的业者向它大量的采购的时候，它的市场份额越占越大的时候，各位想它的生产线是不是越扩越大？那它的需求量越大，它会生产规模就会越大，它成本就会越下降，它的营业额越大的时候，它的人才吸收，向全世界把这个顶尖的人才往中国大陆吸收的这个幅度就会越大嘛。现在我们看到很多原本在美国公司工作 AI 工作的这些首席的科学家，因为我们都知道 AI 这个领域里面华人占大概60%，高阶人才至少占60%。那这些顶尖的科学家一个一个都被大陆所这样子延聘回去的话，这个对美国不会是一件好事情。但是马斯克紧张焦虑，他认为说 AI 跟机器人这2个部分是未来要解决人口少子化、解决未来经济发展最主要的动能。但是很明显的，在美国做这个的不多，可是他看到在中国大陆，不管是在深圳，不管是在上海，他们却发现有100多家的企业都在做这个，所以等于是中国大陆的人形机器人也好，生产工具的机器人也好，还有 AI 的这种开发建设，不管从生产制造业一直到服务业，我觉得他们的发展速度很快的时候，马斯克当然很焦虑，但是问题就在于焦虑又能如何呢？因为这个最主要是你要政府努力推动，那问题就在于川普会想要这样做吗？所以看起来，中国真的是逐渐的在迅速崛起。好，我们休息一下，广告回来。现在好多外国领袖登陆中国来去博感情啊，我们来请教一方委员。其实诺鲁是可以用它来看那个太平洋的岛国，我们很难去这个忽视他们，因为我们的邦交国里面有一大半是在太平洋这些岛国，这些岛国家都很辛苦，地球暖化、海水上升，就是他们的呼吸都觉得都很困难了，所以他们有的就跟澳洲的关系就要去改善，甚至想到情况最坏的时候，甚至要在澳洲里面可能买一块地或租一块地来立国，所以他们很辛苦。所以诺鲁是蛮有趣的一个国家，其实它很小，才21.3平方公里，所以蛮小，人大概只有11000人。但是这里曾经华人，就是从广东跟香港去的华人，最多的时候去了2-3千人。做什么？挖磷矿。所以你不要看这个国家，这个国家的国民所得还有大概1万块美金出头所以并不算差但是磷矿因为快挖完了嘛，但在挖磷矿的时候需要大量的这个劳工，因为这个在这么强烈的这个阳光之下挖磷矿其实蛮辛苦的工作。那时候就是广东跟香港去最多。那诺鲁这位总统，他跟中国的血缘关系是他外曾祖父，是江门人，客家人，他是讲谁呀？讲四邑话，讲四邑话的人，所以他去那里，其实他已经去了很多次了。从2024到2025就已经去了好多次了。我想他主要去认亲以外的话，也是替他的国家在设想。那这个小国家他们就是变化很快。你看跟台湾、跟中华民国建交断交、建交断交，所以他就一直这样玩这样游戏。那现在美国当然回来。太平洋这个地方也是他现在开始在重视的地方，所以未来诺鲁的选择是什么，会变得非常好有趣。就是说强国强权们所要竞争的区域，那国家不大，
但是他们的战略位置有时候是很重要的。所以小国自己也懂得去权衡啦。好，我们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中国3大电信商不用辉达的晶片了，我们来请教宏庭哥。我觉得这应该是黄仁勋最不想看到，但川普最想看到的。可是这个东西到底针对所谓的中美竞争，到底谁会占优势或谁比较好？过去都有2派的说法。川普的说法就是说，我要一直围堵，然后我的科技只要能够领先对方，那我们就能够领先。那黄仁勋的说法就很简单，黄仁勋的说法就是你必须要让他使用我们的东西，你才能知道说他的技术在哪里啊，否则我们没办法掌握他的时候，以他这种很可怕的制造能力，那他要是创造出属于他自己的规格，那我们就惨了。所以其实今天为什么3大电信商会弃用所谓辉达？我觉得第一，政治正确是一个考量；第二个部分就是说，中国它有一个政策，就如果你使用自己国家的晶片，你的电费还可以继续减免。那在这样的一个成本考量上，他当然愿意用自己的晶片，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部分就是，我觉得现在会比较麻烦的一点就是，接下来大家都在考虑，就是说，到底我们的晶片要不要算到这么厉害？如果算不到这么厉害，没办法市场化，因为 AI 的投资没办法市场化嘛，那或许其实你只要做 second tier， 就是第2层的晶片。它不一定要算得这么强，可是这样就可以市场化了。那你这么强，只有国防的要素需要。那你如果在市场上这边被中国大陆抢占的话，那对美国的在 AI 的发展上也是不利的。所以我还是提到，就是说制造国跟科技发明国也应该